大家好，我阿傻来分享一下火炬现在的进度。首先，我转生成人鱼2了。这季选人鱼1，主要就是想尝试风息之伞加上特性的下限2倍，拿到大量下限去搭配新的引导鞋弥合之下。结果特性的2倍下限对鞋子完全没有作用，所以我就转鱼2玩另一个有兴趣的东西了。毕竟鱼1被我测到一火不剩，连转回雷云龙卷风的后回水都买不起，干脆直接新开一只从头来过。选鱼2主要是看中特性的地面触媒，改版前一直在看会不会把这个触媒放出来。如果真的放出来的话，青石弹搭配华贵辅助后就能直接无限触发。但官方肯定也是有想到这些，没有把地面触媒放出来。而且鱼2的特性上也硬塞了一个蓄能层数，所以还是只能乖乖的撑地面恢复速度来增加青石弹的触发频率。目前的配置说实在的离成型还有点距离，不过昨天不知道修了什么 bug， 伤害从800亿直接变成3000多亿。勉强也能刷 U8 了，就先分享出来。但还是要先说一下，这流派玩起来没有到很舒服，没趁大量范围效果前，范围小的可怜。所以除非你也喜欢尝试一些奇怪的冷门流派，不然还是别玩这个吧。最好是直接跳车玩其他角色会轻松许多。鱼2真的是挺惨的。木装部分大约3500亿，不过这不会计算到2兆的伤害。若不喜欢2兆体系的话，可以把特性的不祥诅咒换成赤潮，伤害会多个1000亿左右。其实就算不考虑不祥，还要拿一个加1咒的问题，赤潮的伤害也会更高。会用2兆是因为在大上淘汰的话，可以直接斩杀 BOSS 的 38% 生命，可以最大化病入膏肓的效益。如果觉得这期搭配麻烦的话，直接用赤潮就好了。头盔我先用巫神，是因为便宜就能拿到2咒。如果要换自制的话，可以用项链的青石瓷或是器灵来拿加1咒，或者直接用赤潮就没有诅咒上限的问题了。衣服还在穿卫果的权衡，敏捷的超便宜的。注意总和不要超过的话，还能拿到元素减伤。手套我原本是一样用混沌深渊，但这套不像电火花可以一瞬间就打满30层，混沌深渊用起来挺无感的，所以就先买一个真品来敲一些伤害了。项链一样便宜好用的速寒者，找侵蚀到范围的也可以。腰带用瘟疫的很便宜，我刚转时身上实在没有火，所以只买了82的来洗。这些词 T1 T2 也没有差到多少，所以就用到现在了。鞋子的话可以先用灵猫鞋，不过我现在只有拿巨能祝福，效益也不是很高，所以先敲了一个 T1 装来用。戒指我2颗基本都一样，地面蓄能恢复速度至少要有 150%， 把青石弹的触发频率压到 0.2 秒才会比较舒服。我后续应该会搭配追忆拉到 400%， 将触发频率变成 0.1 秒，让出伤更快一些。武器的话，因为现在没有梦雨了，所以要玩青石弹至少也要有真品武器，拿到炮射分裂数量之后才会比较舒服。用火炮或是手枪都可以，我选火炮是因为比较便宜，但如果后续要用到高阶序列的话，手枪会更好一些。磁锥也没有什么好选的，前锥自增持除攻击技能、穿抗、额外凋零伤都能用，后缀出阶时不用返还的话就洗腐蚀伤害。特性部分最重要的就是右1的触媒，可惜这边有绑蓄能上限，看似增伤，实际就是挡你无限制触发用的。剩下2个从左1、右2还有赤潮中选择2个来用就好。追忆的话，只最找家具、收割范围为主，最好是还要有一条 T0 的蓄能恢复速度，这样之后凑档位会比较方便。范围则是因为青石弹以自身为目标释放的话，范围实在太小了，所以能拿就尽量拿。然后护盾底跟跑速底实在有一点贵，所以第2个我是塞护甲基底。跑速的话，则是买最便宜的伤害来洗。技能部分先介绍一下青石弹本身，青石弹有额外 30% 的凋零伤害，地面蓄能每层也还会给额外 26% 伤害。所以理论上来说，它造成的凋零伤害会比电火花还高，但实际上考虑到还要撑一些抛射、投射、地面回复等有的没的，这些技能上的优势基本就可以无视了。而且异想天开的艺术凋零几率是看角色本体，所以青石弹自带的 30% 几率造成凋零基本上也可以无视。想要拿满正伤，那就一样要把角色自身的凋零几率拉到 150%。连线部分最重要的是华贵，可以让我们直接回一层蓄能，所以只需要再回一层基础的 0.5 秒就能直接触发。崇高则是因为便宜，所以就直接上满等的来拿真伤了。毕竟这技能我看整个英雄榜就我一个人，比上期电火花还惨。电火花在我介绍前还能看到有人拿来触发火灌注。然后比较特别的是散射，散射的加2投射物数量虽然不会让抛射投射物变多，但会增加抛射投射物的范围，每加1投射就会增加 20% 的范围，所以散射的定位跟范围扩大类似，范围大了一点，但伤害给的也少了一些。诅咒部分，因为邪恶侵蚀与侵蚀弹的标签都有腐蚀跟持续，所以会比苦痛纠缠好一些。然后激发技能用瞄准，这大概是唯一赢电火花的地方了，有个更好用的激发技能。侵蚀灌注的封印转化可以视自己的封印多少去调整等级，生命剩越少，特性给的增伤就会越多。天赋部分其实跟凋零电火花大同小异，有差异的点主要就是我们可以拿欺诈的加1持续等级，还有御影的加1腐蚀等级。
然后异能者这边一样用异想天开盖掉，改版后天赋有改动，但异能者大天赋还是一样烂。石板部分神谱我是找脱胎换骨搭了一个伤害天赋，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用光辉结界啦，但光辉结界贵的话，那就只能找替代的脱胎换骨了。我这块才100火而已，习惯用其他方式来拿回复手段的话，也可以直接找双伤害的。然后审判我是先随便买个来用，毕竟主要是要 70% 效果。虽然我买了900火后来了个公告，价格就选崩了，完美买到最高峰，我谢谢你啊，火炬之光。中间塞2块欺诈的板子，先随便丢，欺诈板高几率出用得到的词，有3到4条有用的词就挺赚的了。剩下塞3个群星来拿特定功能，最主要就是要拿抛射分裂，分裂数最好是要3以上玩起来才会比较舒服，因为这个分裂比起重复击中更大的价值是在增加伤害范围，2个的话只打左右两边，范围根本就没有加到多少。另外一个我是买加范围的，最后一个没有被强化的位置可以拿来放一些功能型的词缀，我还没想好要放什么，所以先随便塞了1块伤害板。可能是因为现在腐蚀技能没有什么人在玩，我这3块都300火以内就买到了。欺凌部分主要就亡魂，其他比较推荐的有歧路人和相对应的紫六虫，可以拿来补异常几率。我现在不缺异常几率，然后刚好今天7日奖励，想说先把万用的诅咒虫升上去，结果升满后增伤比持续虫还多，所以就直接拿来用了。命运目前只塞了一个朱叶，其他都是便宜的收割时间。收割时间跟加剧效果之前的影片就提过蛮多次了，两者的数值尽量要差不多，然后哪个地方便宜就去拿，反正有缺的话都可以从异能者的天赋去做调整。这次分享到这边，最后想来分享一下对这季的看法。这季玩起来体验真的极差，掉落问题就不提了，我觉得那也没什么好说的。首先想先说说赛季机制，看起来好像还不错，虽然走的有点慢，但只要一路往前刷过去就好。但真的很想问问官方，到底有没有自己测试过？随便遇到一个局内机制，2个就会直接互卡，到底要不要停下来打其他机制？你停下来，这趟灵车估计就没后续了。不停下来，打完灵车后，你还要掉头回来打。你或许会说，有些机制之间本来象性就不好，这季主打没办法选，之后赛季可以不要搭在一起就好。但问题是有没有想过，以后只要再推出任何的局内机制，那你整个赛季都会与首页冲突，这样的玩法设计真的没有问题吗？我是不知道大家怎么想，但反正没有改的话，我下季是不可能再点开灵车了。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很简单，一般情况不要设时间限制就好。单纯进度调满就结束，你就让灵车继续往前跑，等打完其他机制还可以去前面追。哥布林等特殊事件再设时间限制就好，毕竟我相信大家遇到这些也都会以首页为主。当然可能也还有其他解决方式，但绝对不会是现在这种直接把传送死搬过来的玩法。火炬跟 PoE 的整体节奏差这么多，直接照搬过来的玩法怎么可能会合适？接着说说人鱼2，地面跟随自身问题真的是很多，贴身才会有伤害，那你伤害也给高一点吧，跟当初的猫山一样，伤害给多一点，玩家才有办法有更多的空间去拿生存。你说游戏后期装备好了，本来就会蹭生存，但问题是前面你没伤害没生存，还要去贴怪才有输出，连进到后期都很困难，好吧？难怪一堆人玩不下去。设计的挺有特色，但没有相应的伤害去弥补短板，那这只角色基本上就只有缺点啊。说实话，这次用人鱼2玩新时弹，单纯也就只是觉得会很有趣。不然直接选时空2用律动来丢轻子弹，肯定随便玩都比人鱼2还强。真的想玩玩看凋零轻子弹的话，建议直接用时空2或是冰山来玩就好。就抱怨到这边吧，这季应该还是会慢慢玩到20层，没有什么意外的话，就直接这支练上去了。真的想玩玩看这种冷门流派再来参考吧，毕竟玩冷门流派除了便宜以外，还真的想不到什么优点了。轻子弹本身分裂数高后刷图倒也不差，但给人鱼2用，全部都往自己身上丢，那就是很差了。没事不要来折磨自己。我是阿傻，我们下部影片见。